这间店也是在小红书有一阵子爆红，全台唯一第一间的鱼眼拍贴机店。我觉得美颜做的最好，而且它拍起来最韩的一间，右手边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复古电视机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宇雄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集影片主题呢，我来帮大家整理出台北最近超级红的拍贴机店，想要带大家一起去拍。首先，第一间我去的是在东区的 Plan B 俯拍拍贴机，这一间在小红书已经红一段时间了，然后我第一次来朝圣，我觉得它的地理位置还蛮方便的，从忠孝敦化出口走出来大概2分钟就到了。在小红书最红的那一台俯拍角度呢，是进去门口的第一间。它的空间我说实话真的是蛮小的，因为它是在外面操作机台之后进去里面拍摄嘛。那它的缺点就是它没有办法放你的东西，它没有提供置物架，所以你的包包只能挂在墙上。又加上你拍摄的时候人会进去里面嘛，所以在拍摄的期间呢，如果有心人经过，可能就可以把你的包包带走。所以我觉得算是一个缺点嘛，给大家看一下成效是长这样子，我觉得算是还蛮好蛮酷的，而且我在台湾是第一次看到有这样子的边框，然后背景色也很衬肤色，所以看起来脸就很白，它的美肌算是不错。但是在进去机台的时候，它就会问你要不要放大脸部，我真的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按放大脸部，因为你们看我没有放大脸部之后，人就会看起来超级小，就会看不到脸的样子，所以我觉得如果下次去拍的话，我应该会选择脸部放大。那它的右下角也会写上日期跟 QR code， 所以就算你的机台的 QR code 没存下来呢，你也可以在这个纸上面直接扫描这个 QR code， 所以我觉得还蛮不错的。在第二间我去的是在西门的 Fell Soul 这一间店呢，它的地理位置就没有上一间那么好找，它是在西门町商圈里面的2楼，它的楼梯是在小巷子里面然后走上去的，所以应该算是比较稍微难找一点点。那上去之后呢，可以看到它的墙壁都铺满了所有大家在那边拍的拍贴机。让我比较印象深刻的是，它这一间店是有真人在当柜台的，所以有任何问题的时候都可以直接去问柜台。那它的拍贴机呢是有分颜色的，总共有粉色、紫色、蓝色3个背景可以选。从门口走进去，左手边呢是梳妆台，我觉得它的梳妆台做得很专业。走进去机台之后呢，它的空间超级大，大到一个我真的是快哭出来，我就觉得这间店超赞的。因为如果你想要找一些姐妹或朋友来拍的话，我觉得空间大应该是一个优点。那价钱上还算是蛮实惠的，小张是150块，然后大张是200块。那时候我是想说来印印看他们家这个透明的拍贴纸，我印象中它是台湾第一间有提供透明纸的店家，所以我觉得还蛮特别的。大家可以看到它的透明纸是会透出一点点底色的，所以那时候我电子档收的是有点橘色的感觉，但是它印出来是有一点粉透肤色的感觉，所以如果大家想要透明纸的话，底色可能要先稍微选择一下。然后我必须称赞的是，我觉得他家的美颜真的超级棒，这是我今天拍的所有机台里面，我觉得美颜做的最好，而且它拍起来最韩的一间拍贴机店，因为它的整个色调啊，还有打光，让你看起来非常的粉嫩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里面排名第1名的拍贴机店。但是呢，有一个缺点是它的道具可能没有那么多，它就是一排圆圆的让你挑，然后镜子也很小，所以如果说你们想要照镜子的话，可能要到旁边的大镜子去看。但是结论呢，就是我还是很喜欢这间拍贴机店，因为它的倒数时间也不会到很短，所以我觉得拍得很满意。店内的风格也让我很喜欢，所以推荐给大家。再来第3间也是在西门，它叫做 Four Peaks。这间店开了已经有一段时间，应该是在韩式拍贴机最红的时候，它在西门开幕，所以我去了大概2、3次，也有在那边遇到过我的粉丝。我自己觉得那间店它真的很韩，而且它走的是灰蓝色调，所以看起来整个人就很显白。它最近在门口还摆了一个布景，让人家拍照。我自己很满意的地方是它的梳妆台上面，像别人家他们可能只有吹风机啊、离子夹这样子而已，但他们还有附发圈、还有发夹、还有干洗发，我真的觉得超级贴心的。而且他们家是有请工读生顾店的，所以算是比较安心。那他们的道具我觉得算是还摆得蛮整齐的，所以他们的同系列的东西都会放在一起。进去拍贴机里面，我发现一件很酷的事情，就是他们呢有出一个叫做大头照，也就是所谓的韩式证件照。因为我就想说这次企划呢可以顺便拍我的学士服，因为我要毕业了嘛，所以我就带着我的领巾一起去拍这次的照片。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我这次的照片跟我同学一起穿了毕业服，然后我自己拿了一个市营的学生证对着镜头这样子拍。我觉得这样看下来的话，如果拍成是证件照应该也会不错看，而且它的成本蛮低的，就1张200块就可以解决你的证件照。不
不过美中不足的是，它的美颜没有那么好，因为我的脸上其实这边有一点点痘痘，但它没有帮我修掉。给大家近距离看一下，这边有没有蛮明显的吧？这痘痘都没有修掉，所以呢，它的美颜可能没有上一间介绍的这么好。但是总体来讲，我觉得它的体验还是不错的。再来下一间呢，我们移动到了士林夜市，因为士林夜市的时间比较晚，所以如果大家要去拍的话，建议晚上去会比较方便。那我去的那间叫做99 Film， 这间店也是在小红书有一阵子爆红，因为它是全台唯一第一间的鱼眼拍贴机店。那我进去里面发现呢，它的装潢有一点点阳春，也就是说它没有电源固电，然后整个环境是属于开放式的。一进去的左手边呢，可以看到有梳妆台，可是呢，它的所有东西都没有，包含其他店有的吹风机啊、离子夹什么的，它通通没有，它就是给你插座，所以你必须要自己带自己的理发用具去使用。觉得这算小小的扣分，因为真的太阳春了，而且我觉得他们道具因为喷了一种香香的东西，所以让我整个觉得有一点不太舒服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让它加分的是，它有2台鱼眼拍贴，它一个是比较近距离的拍贴，那第2台在比较后面呢，是我这次拍的，它是一般的鱼眼拍贴机。给大家看一下它实体是这样子，我觉得它还蛮酷的，就是它的边框是一个鱼眼，然后整个人的效果也会看起来圆圆润润的。但是你们可以看到它的拍贴上面是没有 QR code 的，所以如果说你今天忘记扫了那个电子档，你就会拿不到电子档，所以就见仁见智咯。因为有些人喜欢有 QR code 在上面，有些人不喜欢。那它的边框呢，也真的超级多选择，按到超后面都还有很多框可以选哦。然后这间店让我最印象深刻的是，其他家店都是什么拍8选4啊，拍10选4这样子的机制，但是这台机器呢，它是在拍每一个的时候，你都有2次重拍的机会。好处就在于你就可以跑出去，然后赶快再拿一个新的道具，然后戴好之后再进来拍。这间店的话，它的价钱是200块，小张的就要200，所以算是价钱比较没那么可爱的。最后一间呢是我不太确定怎么念哦 ，Serendip Peak。这间也是在士林夜市，这间店应该是在我心目中排名第2的店，因为那时候我去的时候它是刚开幕，所以没什么人，然后它的梳妆台也很大，有提供离子夹、吹风机可以使用。再来就是它进去拉比之后，它右手边就是一个超级大的复古电视机墙，所以你们就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摄影机照在你的脚底下，然后你就可以对着那个自拍，我觉得还蛮酷的，是我第一次看到有这样子的设计。进去最右手边的那一台最大台的就是我这次拍的电梯拍贴机，它应该是我看过全台唯一，也是全台第一间引进韩国电梯的拍贴机，所以我看到小红书之后，我就立马去朝圣看看。结果我拍出来的照片超级满意，因为电梯是一个正方形嘛，然后它就是在那个对角线的地方给你拍，所以你整个人看起来很显瘦又很显高。它的里面空间我目测应该可以塞得下5到6个人都没有问题，所以我就决定跟我同学穿整身的毕业袍去拍。而且它电梯的细节做得很好，因为它的按键按钮那边都是韩文。这一间店呢，它也是可以选择透明纸跟普通纸，价钱的话小张是150，大张是200。主要是我觉得这个景很特别，然后也可以找很多朋友来拍，算是一个加分点。以上就是我从小红书还有 Instagram 上面扒出现在最红的5间拍贴机店要分享给大家。刚好最近毕业季嘛，所以我很推荐大家，如果想省钱的话呢，可以带着毕业袍去拍贴机拍便宜的照片。拿到电子档之后，还可以自己裁成小张的发张 IG， 我觉得还蛮省钱的，就推荐给大家啦。那希望大家喜欢这次的整理懒人包影片。那如果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请在下方帮我点一下喜欢，并且订阅我。如果想要持续做，也可以到 Instagram 或是 Facebook 粉丝专页按赞。那我们下一支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